5月中旬开始，中检金龙2024联演在柬埔寨王家军某训练基地进行。其中，中方的2款机器狗等一系列智能无人化装备格外引人关注。CNN 电视台等多家美媒惊呼，这意味着中国在机器狗领域的研发又领先一步，并可能改写未来战争面貌。那么，一只机器狗为何让美方如此焦虑？来看报道。 近日，一段解放军遛狗的视频在海内外媒体广泛传播。据悉，该视频源自中国和柬埔寨之间的金龙2024军事演习。此次演习为期15天，从5月中旬一直持续到月底。动用的装备包括14艘军舰、2架直升机和69辆坦克装甲车等。 演习中，中方参演官兵将察打一体无人机、运载无人机、侦察无人机等多款智能化无人装备融入了侦察、控制、突入、打击等各个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综合作战能力。机器狗前出侦察，收到。此次联演中，中方的机器狗一亮相便成为了焦点。在模拟街区外，中方参演队员接到指令后，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狗。 机器狗迅速上前查明街区外围障碍情况，同步将铁丝网、废旧轮胎、破胎器等现场障碍物情况回传给指挥部。这款机器狗身形小巧，体重约15公斤，配备一个超广角感知系统，腹部装载电池和动力系统。它不仅能完成前进、横卧、跳跃、后退等动作，还能够自主规划路线，避开障碍物，可以在侦察环节中迅速抵近目标，并将侦察画面实时的回传给指挥部。 演训场上，另外一款机器狗更加的吸睛。这款100多斤的大只机器狗上挂载了步枪，在操作员的控制下快速前进。枪击突入训练环节，多名恐怖分子持枪隐藏在建筑物中。参演队员实施爆破后，机器狗作为尖刀强击突入，迅速瞄准目标进行打击。在确认安全后，中检双方参演队员顺利完成后续的清剿任务。我现在操作的是 B1四足机器狗。 它可以在我们的训练当中代替我们的队员先行进行侦查和发现敌人后火力打击，是我们城市攻防作战中的新成员。对于中方机器狗的亮相，包括美国、欧洲、印度等众多国际媒体均密切关注。China's military just showcased a robotic dog outfitted with an automatic rifle. You heard that right. They say the remote-controlled weapon is not only able to fight alongside soldiers in urban combat operations, but maybe could replace them.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不仅详细介绍了这2款机器狗，还援引《环球时报》的说法称，通常情况下，新装备不会出现在联合演习中。由此可见，机器狗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并且投入到了日常实战当中。它虽然叫机器狗，但其实呢，我们还是把它呢称之为四足机器人。这种机器狗的话，你从视频中呢就能够看出来，它现在已经表现得比较成熟了。它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呢是比较强的。 它本身可以呢，装各种传感器，在战场上执行侦察、监视等等任务，而且呢，它可以加装武器，也就是呢，它可以进行冲锋陷阵。另据美国世界新闻网25日报道，这是解放军首次对外公开展示2款机器狗，一种擅长侦察，另一种战斗机器狗能够身背步枪，快速前进，并灵活调整枪口的方向。 报道称，小型侦察机器狗能够适应多种环境进行情报收集，动作敏捷，为后方实时发送高清影像与热成像数据，极大提升了战场的透明度和指挥决策的精确性。人工智能设计使它们能够自主地绕过障碍，选择最优侦察路径，确保任务高效完成。报道还称，战斗机器狗不仅肩负侦察使命，还能够携带多样武器，直接参战，成为移动的火力点。 在巷战场景下，它们能够从隐蔽处发起突袭，减少人员暴露风险。机器狗高机动性、自主行动能力和综合战斗性能，是传统防御策略面临严峻的挑战，或改写未来战争面貌。而最早研发机器狗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但美国的机器狗因为噪音大且系统复杂，目前放弃了研发。率先实现批量列装的却是解放军。由于军用机器人。 特别是这种机械狗的使用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呢，也就是说呢，它使这个作战的这个零伤亡的趋势的话呢越来越明显，所以它改变了的话呢，作战形态和作战方式，同时它也改变了军队的结构的这种构成。事实上，这并非解放军第一次展示机器狗的实战演练。过去2年，央视已经多次展示过机器狗在实战中的运用。
例如，利用无人机将机器狗空投至战场的深处，背负机枪进行压制射击，以及与士兵进行协同进攻训练等。在其他视频画面中，解放军的机器狗还参与了包括模拟战场勘察、协助作战分队提前了解战场情况的非直接作战任务，还能够输送弹药和医疗物资。据悉，解放军西部战区已经率先装备机器狗，主要原因是其辖区面积庞大，边境线漫长。机器狗的投入使用可以显著减轻边防战士的巡逻压力，甚至代替士兵执行任务。与此同时，该地区高温、高寒、沙漠、高山等极端条件对机器狗的适应性以及技术升级提出了严苛的考验。这种4足的机器人它其实呢在战场上可以呢跨越复杂的地形，比如说常见的一些障碍物再有呢就是山地，再加上它的传感器搜索能力呢是比较强，昼夜在一些呢战场烟雾弥漫的情况之下，它都可以呢去进行搜索，而且它自身加装的武器，一旦发现目标之后那由人呢可以控制武器呢去进行射击，它的自主性呢是很强的。对于中方在机器狗领域的发展，美方始终密切关注。据美国动力网站之前报道，美海军陆战队曾在2023年对中国的机器狗进行过详细测试。美军在测试中确认，机器狗的确有利于减轻人类步兵的体力消耗，尤其是在崎岖地形行进时。同时，它还可以在高风险作战环境中扮演不同的步兵角色，包括一边开火，一边攻击敌人的防御工事，阻挡对手的增援，以及向敌人装甲车发射火箭等危险任务。它并不是关注1、2件装备，而是关注我军在结构上、武器结构上的这个发展趋势。现在我们看到机械狗是陆地的，那么实际我军还在发展的话呢，海上的、水下的、空中的，也就是在多个领域的话呢，我们都要给我们的武器赋能，对吧？形成一种无人化的这样一种全面发展的趋势。机器狗的发展标志着军事技术的新一轮革命，其优越的机动性、作战能力以及多武器搭载的特点，使其成为了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一员。因此，世界上的主要军事强国目前都在探索机器狗的使用方式。虽然美媒宣称美国军方的机器狗因为噪音大且系统复杂而放弃了研发，但梳理近年来的报道就会发现，美军加快测试研发军用机器狗的消息层出不穷。2020年9月初，美空军 C-130运输机飞抵演习机场，让搭载的 V60机器狗先出舱探测侦察，以免己方的飞机和人员受到威胁。观察美军发布的照片，清晰可见 V60背部装有导轨，可以随时根据需求装备各式轻武器。2023年9月，美海军陆战队还成功测试一种配备 M72反坦克火箭筒的机器狗，称其将会大大提高美海军陆战队的进攻实力。除了机器狗，美军也加大了其他各类型无人作战装备的研发力度。据悉，美国正加紧组建3个由海军陆战队改编而来的滨海作战团，将配备无人驾驶岸舰导弹发射车、MQ-9无人侦察机，并加强网络信息作战。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机器人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和创新，这个局面正在逐渐改变。无人装备方面，美国呢一是底蕴比较深厚，它研制的时间呢比较早，可以说世界上在无人机、无人艇还有无人潜航器以及呢地面的这些无人装备方面，美国呢都是走在世界最前列，它也一直呢在这方面投入的力量很大。那么中国无人装备呢近些年发展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我们在加速度的这种发展程度上边，实际上是要超过美国的。目前所能够看到的这些无人装备的种类，我们可以说呢，美国有什么，我们现在也有什么，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的代差。第4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29号上午在广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发表讲话。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佛山、珠海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将陆续举行分论坛活动。来看深圳卫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第4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和台湾统派团体联合举办，广东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承办。超过200位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的嘉宾，在守护共同家园、共创民族未来主题下，围绕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民族复兴与青春力量、民族信念与祖国统一3个议题，展开深入对话研讨和参访交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是两岸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凡事数典忘祖，从来没有好下场。凡是搞台独分裂的人，结果只能是下场可悲。凡是企图以台制华的外部势力，最终只会以失败告终。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与会的台湾嘉宾代表也纷纷就两岸同胞携手圆梦畅谈自己的看法。圆梦啊，圆这个中国梦啊，圆中国梦就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梦啊。但是逐梦要踏实，我们不能天天光做梦啊，光做梦是不行的，所以要靠实际的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就是为什么像今天要办的论坛，为什么我们说两岸要交流，携手同心，重点在统。所以这个活动有意义，是我们就是直截了当讲，我们就是要统一。统一是让两岸的中国人站起来，走出去，发展强大唯一的办法。我现在是在第4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的现场，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在采访当中，很多台湾青年向我表示，他们身边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去了解大陆，到祖国大陆来看看，来这里发展。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他们会更多的想要来这边看一看，可能会想要从旅游啊、观光啊，或者是说就学、实习的角度。我觉得大陆官方对于我们台湾年轻人的力量非常重视，我觉得两岸交流要越来越多，而且台湾年轻人越多来越好。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28日在广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亲爱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等第4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嘉宾代表。在今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也介绍了有关活动情况。此外，我注意到朱凤莲今天回答了大概6个两岸交流相关的问题，安利了两岸多项经贸和文化交流活动。仅近1个月，发言人介绍的相关活动就有近10个，可见在祖国大地上，两岸同胞共聚一堂，共叙亲情、共商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现在毕业季马上就来临，我们欢迎在台湾的大学生来到大陆寻找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们也鼓励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能够留在大陆发展。我们将持续地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创业提供更好的空间和机遇。